其实这个世界上有没有鬼，有些人呢言之凿凿的说有，有些人呢其实是疑心生暗鬼。这样吧，让我讲一个在坟场发生的鬼故事给你听。3个60岁年轻小伙登上荒岛露营，可岛上却有很多墓碑，也不知道大古是不是傻，捡起地上的人骨就开始玩。要不说年轻人阳气旺呢。夜晚3人在沙滩烧烤，吃饱喝足后想起了小老妹。这时大古开玩笑地说，不如去坟地里挖几个出来。可话音刚落，一阵妖风就吹了过来，大古当场呆住，仿佛被鬼上身一样，倒在地上，浑身抽搐不止。朋友见状赶忙查看情况，大古趁机抓起沙子，直接把好友塞满。原来是在开玩笑。这时大古觉得皮燕子冒尖了，哎，大哥，你不准回来啊！便跑到树林中去大号，抬起头看见一位小老妹正在河里游泳，这让大古很是兴奋，屁股都没擦的跑回去告诉好友。长毛和小马一听有这好事，便火急火燎的跟大古来到事发地点。等3人赶到时，小老妹早已经撩没影了。小王八蛋，大个便要他妈唬我们，你是不是看错了？这让大古非常的郁闷，好友以为大古又在耍他们，于是便继续追着他打。就在2人打闹时，大古突然看到一位身穿白衣的女子飘过，可下一秒女人又消失不见，吓得大古呆站在原地。可好友什么都没看到，无奈3人只好返回营地，却发现这里多了一顶帐篷。他们表示自己也是来游玩的。兄弟3人立即挑选目标，大古先发制人，将小菜成功拿捏。哎，那这个就是我的了。干什么？里面还没有人。自己看。小姐，让我泡好不好？你说话这么不斯文，我怎么跟你做朋友啊？随后等众人坐在一起吃烧烤时，一位拾取垃圾的婆婆出现。大古看到后急忙走上前去。老婆婆，让我来帮你。年轻人，你怎么能看到我？那你真的要倒霉了。大古急忙跑回去，说刚撞到了不干净的东西。这时小蔡嘲笑大古，说就他这个胆子，赶紧回炉重造吧。随后又提出一起玩游戏。抄墓碑。后山什么都没有，就是不缺坟堆。众人一起去抄墓碑上的字，如果大古抄的最多，自己随便大古怎样安排都可以。大古被美色冲昏了头脑，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下来。于是，一行6人朝后山走去。突然有人拍了大古一下，吓得大古差点心脏骤停。原来是位老伯，他是这片坟场的管理员，还让大古几人安静一点，不要打扰到底下的人。几人都把老伯的话当作耳旁风，却不知诡异的一幕即将发生。这个酷似古天乐的小伙为了练胆，竟跑到坟场抄墓碑，不曾想被脏东西缠上。他看到小蔡从上面经过，我靠，现在的女孩子胆子还真大呀！干嘛吓我啊？我好害怕。要是想上床啊，就多抄几个啊。小蔡嘲笑大古是个小趴菜，大古为了面子，只好硬着头皮接着抄起墓碑。可当他抬头时，人傻了，墓碑上的人竟是小蔡。大古被吓得愣在原地，到这时他才意识到，小蔡3人凭空出现，多半是阿飘，要不就是妖。如今2位好友被蒙在鼓里，大古紧忙往回赶去，想要通知他们，谁知竟在坟地中迷了路。他漫无目的跑着，嘴里大声呼叫救命。可朋友也遇到了脏东西，你听到了没有啊？阿 K 叫救命哎！身边的姑娘竟长出了獠牙。此时身后一个阿飘站了起来，朋友吓得急忙退到一旁。吸血鬼和贞子竟有动手的意思。突然，好痛哦！痛你不会拿下来啊？靠，装的那么像，差点被你吓死。不然怎么叫专业呢？原来几位女孩是要准备吓唬大古，谁让大古整天说自己胆子肥。但很快他们就意识到了不对，刚才那个扮古装的女鬼，这扮相相当棒哦。白痴啊你啊，鼓什么鼓啊，神经！我就一个头套而已啊，鼓什么？此话一出，众人傻眼了，难不成真的遇到阿飘了？这时一阵妖风吹来，几人吓得急忙逃走。而另一边，大古在刚刚逃跑时，不小心绊倒摔晕了过去。他躺在地上，脑海中不断闪现各种奇怪的画面，他似乎真的撞鬼了。我的事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不要骚扰我！我是小孩子，不懂事。这几个人玩抄墓碑，不曾想沾染上不干净的东西，还弄丢了一位好友。几人慌忙去找。天亮后，小蔡见到一张小纸条，内容是大古抄的碑文。几人按照内容对着墓碑挨个查看，到了最后一个时，几人都被吓到了。那是一座新坟，上面摆满了鲜花，而死者不是别人，正是朋友大古。生于1975年5月20日，终于1997年3月10日。那不就是今天？他死了？为什么他会死的？小蔡被吓得双腿一软，跪倒在地。为了查清事情缘由，几人准备去找管理员强叔，可到了地方却不见人影。这时恰好一个小伙子经过，他说强叔已经去世好几年了。你是不是开玩笑啊？这种事怎么可以开玩笑呢？他就站在那个上面呀，你们该不会看到他了吧？
等小伙走后，几人身旁的大门缓缓打开，强叔的遗照赫然在目，几人被吓得抱头鼠窜，好不容易停下来喘口气，谁知大古突然从一旁出现，他伸手让小蔡过去，并让对方抚摸自己脸颊。你别说血！你吸够了没有？还不够，能够亲一下嘴那就更好了。你骗我！你装怪，你没死啊！众人在看到大古后，终于能把悬着的心放下来。随后就在大家伙准备坐船离开时，船夫竟说只有5个人，你们怎么给6个人的钱？小蔡以为婆婆是在开玩笑，可当他抬头看时，大古早已跑到凉亭那里，和之前见到的管理员强叔一起对着他们挥手告别。原来大古真的已经死了，他的鬼魂被留了下来，和强叔一样看守墓园。